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5月23号。那么今天上午我们现在开始聊的这只港股叫做阿里影业，也是我们的社群约稿的一个品种。那么从我个人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，这只港股的走势后期空间比较大，比较好，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。那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角度去分解它之前整体走势的一个行情，以及我们展望它后期上涨潜在的目标压力在哪里。这里我们看到它的是月线图，从它上市之日起应该是在2003年开始就走出了2波牛市第一波牛市是涨到了3块6，从这个低点6分。第二次是从这个低点1毛3涨到了4块9。在这2波牛市结束之后市场是整体步入了一次3波调整的一个 ABC 回撤。ABC 这个 ABC 回撤结束之后从2022年的10月份开始，它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底部震荡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并且它回撤这个位置个人也觉得比较好，回撤的幅度非常的深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盘中刺穿了这个趋势线的支撑，但是一直围绕这个趋势线的支撑做上下摆动的这样一个动作。那么从月线看，这个月开始拔出了第一根大阳线打破了底部这个震荡区间，那说明目前多头的机会来了。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。周线图来看，向上反弹结束之后向上运行的第一波走势是结束在这个 0.73 之后，又再次进入了一回这个漫长的向下走。这里可以看作它是一个2浪，之前这次上涨那么肯定就是1浪。那目前来看，它就是处于这个3浪上涨的一个周期。如果让我继续细分的话，那可能目前的走势这就是3浪1，这个3波调整是3浪2，当前是处在3浪3当中。而且这个3浪3向上的反弹空间上涨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等这个3浪3向上运行完毕，后面肯定还会跟着一个3浪4后面还会再有一次上涨3浪5整体走势结构就这样运行的。下来我们分别给它标注一下，3浪1、3浪2，目前在3浪3后期还会出现一个3浪4，再走最后一波3浪5。那通过以上的划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当前我们是处在周线级别的多头趋势里面。既然处在这个多头趋势里面，而且它处于一个月线的相对底部刚刚突破，那么这个时候整体向上的力度包括空间幅度都是非常大的。好，这是大概的一个波浪结构的一个划分。大家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也可以继续给我留言。我们主要涉及是美股、港股、数字货币、国内期货、国际期货以及金银油，这就是目前我能看到的这些品种。那好，下来我们再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天图，看一下它最近的支撑在哪里。通过以上的划分，我们就找到了它最近的支撑，它也是一个区域，来自于黄金分割的划分以及之前被突破的一个趋势线，它由这个之前的压力转变为支撑了。那么这个区域是位于 0.74 到 0.72 港币。短线如果它回撤到这一线的位置，那么可以继续看涨做多。刚才也说了，上方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最近3天是从相对的一个底部 0.48 一直涨到今天的一个相对高位 0.84。那好，下来我们再将时间周期切换回来。这里我们首先还是用这个波浪尺去测算一下1浪和3浪的一个比例关系。可以看到后期向上整体的空间真的是比较大2倍的位置是位于 1.25， 1.618 倍的位置是位于 1.08， 以及 2.382 倍的位置 1.42， 这3个位置都可以看作是近期的一个目标目标压力。这是我们通过周线找到的3个目标压力。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月线图。月线图我们主要用到的是黄金分割，可以看到月线级别的压力是位于黄金分割 0.236 的 1.37， 以及前期反弹的一个平台高点位置是位于 1.47。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，月线提供给我们的压力目标位于 1.47 到 1.37， 这就是近期
当前我们能看到的几个压力目标位啊，整体走势我刚才也说了，向上的空间比较大，而且目前看力度也比较强。那首先会关注以上这几个位置，如果后期连 1.47 这个点位都突破了，那就会看到 0.382 的位置，也就是 2.04 港币这样一个位置。当然以上的运行它都是需要时间的，因为我们这里通过波浪结构的分解都是月线级别的，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上述的一个目标压力。好，今天上午关于这个阿里影业的波浪结构分析以及机会所在，那么我们也是分享出来了。那么后期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，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，我们本次视频到此结束。